陈霞曾经是个特种兵，因为战争留下了心理创伤，便打算入职母校当一名教师。校长表示这份工作没有教师津贴，而且上班不许迟到，下班还没有准点。陈霞愉快地接受，还提出可以包下保洁工作。毕竟比起整日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的特种兵生活，当个老师实在太轻松。开学日这天，陈霞信心满满地开启了自己的教师生涯。她走进自己的班级，却发现里面乱成了一锅粥，学生们吵吵嚷嚷，有的扎堆打牌聊天，有的忙着化妆，甚至还有起锅烧油开早餐档的。陈霞没有发作，先转了一圈，简单勘察了敌情。她建议煮泡面的小伙子关启程少放点调料包，容易引起高血压，又帮正在摆弄尤克里里的印度籍男孩向祖发掉了音准，还嘱咐对车子很感兴趣的王德南以后拿到驾照不要超速。紧接着又表示手机是有辐射的，建议游戏少年关启贤每15分钟歇一次。最后叫醒了戴着耳机睡觉的李伟聪。学生们终于注意到了这位新来的老师。陈霞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和手机号，同学们十分不屑，很快又各自忙活起来。陈霞用粉笔头打坏教室的消防喷头，然后自顾自撑起一把伞，看着学生们被淋成落汤鸡。下课后，6B 班的几个问题学生聚在器材室抽烟，商量着如何赶走陈霞。几个篮球队的男生推门而入，为首的大高个奚落了他们几句，并警告几人不准在这里抽烟。篮球场上，大高个孔雀开屏般频频耍帅，企图吸引校花的注意。李伟聪也对校花情有独钟，出于报复便将饮料瓶扔在球场，滑倒了没有注意脚下的大高个。李伟聪几人哈哈大笑。目睹这一切的梁老师捡起地上的玻璃瓶，将这帮问题少年带到了办公室，罚他们超过20遍校规才能离开。这几个孩子哪肯乖乖就范，将一只虫子夹在作业本中交给了梁老师，害他打翻了桌上的水杯。忙着收拾残局的他也就顾不上再管李伟聪几人。翌日，学生们早早准备了捉弄陈霞，却被他轻易躲过。陈霞表示不想上自己的课也不是没有办法，只要答对3个问题就能随时离开。隔壁班有人举报李伟聪几人抽烟，陈霞找他借了包烟，问有没有人知道香烟的化学组成成分。向祖发成功抢答，陈霞也按照约定准许他这节课自由活动。这下班上沸腾起来，大家没想到陈霞居然真的会放人走，个个都变得积极起来。在这样的问答过程中，陈霞给大家上了一堂关于香烟的课，并从这根香烟引申出了科学、经济和哲学等各个角度的问题。最后表示要求大家学知识不是为了让他们什么都懂，而是为了让他们拥有自己的判断能力。与此同时，教育局的黄主任到学校做评估，但学校的方方面面都差强人意，不仅升学率常年为0，甚至过去2年的招生人数都不足50。鉴于这种情况，教育局下达了最后通牒，如果明年招生人数仍不达标，学校将面临被封校。下课铃响起，李伟聪几人结伴到餐馆吃饭，冤家路窄，篮球社的一行人也在这里吃饭。启程经过时出言嘲讽大高个小心被玻璃瓶绊倒，这里就有些挑事的嫌疑了。本就对之前那件事耿耿于怀的大高个伸脚绊倒了关启程，双方马上推搡起来。大高个继续嘴炮输出，阴阳怪气说有些人没有父母就是缺少教养，这话碰到了李伟聪的雷区。他自小和祖母相依为命，上学的同时还要抽空打零工补贴家用。大高个的话揭开了他的伤疤，李伟聪二话不说踹倒了大高个，骑在他身上一通物理输出，其余人也打成一团，盘子叉子满天飞。最后参与打架的李伟聪5人被开除，隔壁班的学生却没有遭到任何处罚。李伟聪觉得不公平，陈霞却告诉他，如果觉得不公平，就从这一刻开始做好自己，让所有人改变看法。他从包里掏出5份悔过书，这是陈霞能争取到的唯一机会，至于要不要这个机会，全凭他们自己的选择。王德南4人拿过悔过书，李伟聪却始终不愿低头，背着书包离开了学校。晚上，陈霞仔细看了每个学生的资料，向祖发从爷爷那一代就来到了香港，无论他的中文发音多标准，了解多少中国文化，却始终因为肤色原因像个异类。向祖发热爱音乐，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歌手。王德南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，从他的名字就能窥见一二，是以王德南一直很厌恶自己的女孩身份，这让他永远无法得到父母的疼爱。王德南的愿望是成为一名赛车手。关启贤、关启程兄弟早年母亲和别的男人离开了家，那之后父亲便常常酗酒，弟弟关启贤爱上了打游戏，游戏世界让他无比放松，他认为行行出状元，自己就要做游戏世界里的冠军。哥哥关启程先天专注力不足，只有吃东西才能集中注意力。妈妈离开后，他便像个小大人，开始照顾弟弟的饮食起居，愿望是能拥有自己的家，再也不用面对酒鬼爸爸。陈霞翻看完学生们的资料，他认为这几个同学虽然顽劣，但成绩并不是将他们钉死在耻辱柱上的唯一标准。校长却表示，如果不想被封校，就要靠大高个这样的优秀学生在公开考试中拿到好成绩。陈霞反驳道，作为一名老师，不应该只是教学生如何考试，更应该启发学生走好各自的人生道路，而不是仅仅通过成绩就放弃他们。此时离开学校的李伟聪在一家餐厅做服务生，无意中听到几个老大在商量着吞下德智中学的地皮开发房地产。他顺走了其中一个老大的打火机，被对方发现后暴揍一顿。老大表示如果想要就自己去买，还扔下医药费，建议李伟聪跟着自己混。
陈霞开始逐一家访，鼓励向祖发在人多的地方唱歌，和启程启贤的父亲谈了话，劝他到辅导中心戒酒，和孩子们多多沟通交流，还从中调胡了王德南父女，让他们通过赛车和解。最后陈霞来到李伟聪家，此时李伟聪已经成了老大的马仔，老大想靠打假拳赢钱，忽悠李伟聪给拳王下药。陈霞和奶奶闲聊时发现了那瓶异常药物，再看墙上拳王的海报，她似乎猜到了什么。陈霞来到拳馆，此时李伟聪因为下药一事败露，被暴揍一顿，关进了储物柜。陈霞本来只想带走自己的学生，可惜拳馆的一群肌肉男不同意，他只能靠拳头和别人讲道理。一番硬碰硬的较量后，大败拳王。李伟聪尝到了社会的险恶，决心回归校园。陈霞勇闯拳手更衣室，大败拳王的消息在网上传开，他特种兵的身份也在学生之间传开。大家对这个当过兵的老师十分好奇，向学校的老员工们打听陈霞的过往。那时候他也是个顽劣的孩子，在学校闯了不少祸，终于在一次砸伤同学的手指后，陈霞被学校开除。校长也是万般无奈，只能尽力说服被砸伤手指的学生家长不要报警，并向陈霞的小姨提议送她到美国的军校就读，希望军校生活能让陈霞学会懂规矩走正道。可以说校长就是陈霞人生中那个拉了她一把的人。再后来，军校毕业的陈霞上了战场，残酷的战争和血淋淋的生死让她变得麻木，最终她选择告别军人身份，回到祖国，开始了一段流浪之旅。广袤壮丽的山河让陈霞的心变得开阔，她找到了自己的路，回到了离开时的起点，见了那位改变她人生的校长。校长垂垂老矣，不久便撒手人寰。陈霞遵从他的遗愿，回到德智中学成为一名教师。他要将老校长教书育人的理念传播下去，让更多的孩子找到自己的人生之路，这便是某种意义上的薪火相传。陈霞回到学校，她的故事早在学校传开，孩子们仿佛将她当作了偶像，课堂上的氛围和之前大相径庭，一切似乎都步入了正轨。李伟聪几人的成绩也慢慢进步，唯独无法集中注意力的启程，为此他偷偷吃了很多精神类药物，希望能让自己变得聪明些，结果却适得其反。难以忍受的启程选择了跳楼，在医生的抢救下，他脱离了危险期，但短时间内却无法苏醒。学生自杀事件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，为了堵住悠悠众口，必须有人对此事负责。作为启程班主任的陈霞首当其冲，教育局对陈霞做了内部遴询。陈霞认为他们不该纠结于自己是否有资格继续当老师，而应该好好讨论如何防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。最终，陈霞被吊销了教师资格证。她离开学校这天，大家都依依不舍。梁老师告诉同学们，要向外界证明陈老师是个好老师，当务之急是安心备考，在今年的高考中拿到好成绩。这次的事件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德智中学，老师和校长一边安抚家长，一边各展所长为学生们开小灶。体育老师甚至教起了英语，大家也学得很认真，势必要在这次的考试中拿到排名。与此同时，那帮准备等德智中学封校后收购地皮的商人坐不住了，他们在考试当天以陈霞的名义将学生们集中在教室软禁了起来。陈霞收到消息后及时赶到，3下5除2便解决了看押学生的小混混，大家急忙赶往考场。陈霞则被混混老大缠住，他就是当年被陈霞砸断手指的男孩。从此在无缘热爱的钢琴，两人展示了一出教科书式自由搏击，但却不是为了表演，而是实打实的肉搏。最后老大动了刀，却还是被压制。陈霞夺过刀给自己大腿来了一下，为当年的事向老大道歉。成长有时候比成功更耀眼，6B 班的问题学生们在陈霞的指引下走上了正途，大家都顺利考上了大学，德智中学的排名也有了很大进步。教育局方面为学校增拨了20%的款项，校长用这笔经费优化了学校的基础设施，为孩子创造了更舒适的受教育环境。